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台北市议员许宏庭。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不要被现在台股4万点给蒙蔽了。其实中东战事呢还正在开打当中啊，而且呢，伊朗呢是不断的在呛虾，他又说什么呢？说啊，他们军队呢正在重建武器当中，而且警告，如果你美国呢敢发动攻击，他们可以在24小时之内去发射1000枚飞弹，还有3000架无人机耶。好，而且除了规模之外啊，他这些讯息也强调说伊朗的韧性哦，即便呢在最初的交锋之后呢，伊朗还是能够迅速恢复，并且维持军事压力。那么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呢，也去公布了这些弹道飞弹的隧道新画面。看到没有？就是我们的这些飞弹呢，都藏在隧道里面哦，都没有受损啊，还有很多呢。所以你美国能够来接招吗？好，说到美国真的能够来接招吗？参议院的民主党人竟然表示说，五角大厦根本没有去做好对应伊朗的美军报复的准备，好像是呢，美军首次伤亡是在科威特遇难的6名士兵，这暴露了什么呢？伊朗是有能力去使用攻击型无人机瞄准并且袭击美国军人的。那么美国应对此类袭击的方式存在缺陷啊，缺乏了预防可预见袭击可能造成的损害和计划。而且不仅仅是这个民主党人表示啊，就连这个副总统范斯也去质疑五角大厦啊。范斯呢，他质疑这个五角大厦关于伊朗冲突的描述，尤其这个国防部说了，说美国有充分的飞弹库存但是呢，消息都显示说美国已经消耗掉战前储备一半以上，那未来军事行动可能就已经没有关键弹药了。好，所以现在范斯呢已经向川普提出导弹可用性的问题了。这再凸显出了美国在应对中俄大国威胁的时候军事战备可能就面临了潜在的风险。好，所以呢，现在美国也赶快去推14种关键武器的采购。好，那五角大厦的军需加速委员会呢正在着手进行一个提高弹药的计划就是要敦促飞弹供应商以战时状态提高产量，将产量提高1至4倍以上。好，那现在子弹不够，但是呢，对于伊朗的叫嚣是绝对不能停的，我们至少这个表面功夫要做好。所以呢，在这个美国海军的部分，主要舰队呢也陆续的抵达关键水域，像是林肯号迪利波里号2栖战斗群都在阿曼以东海域活动，而 C2A 灰狗号的飞行活动呢，也显示了福特号呢，它现在也在这个红海的中北部保持活跃。好，那过去的24小时呢，不仅仅是海军，就连空军呢，也陆续在这个中东地区进行了密集活动。包括了至少89次的加油机在波斯湾附近出动，还有97次的运输机飞行，将装束还有补给运往以色列沙国，还有19次的侦察任务，这就涵盖了东地中海、亚丁湾，还有荷姆兹海峡，甚至在卡达呢，美军呢也是 C-13洞集结降落在乌代的机场。好，那以色列南部埃拉特机场呢，也有12架的美国 KC-135同温层加油机降落。好，这是不是显示了对于伊朗的第2阶段军事行动准备工作呢，也进入了一个最后阶段呢？好，就连这个海军艾森豪号的航空母舰呢，它也提前返回海上了。这个是在它的回归呢，也就加强了美军的投射力量。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艾森豪号它例行维修的时候才刚发生火警而且还伤了3名水兵结果现在呢马上赶鸭子上架，提前回到战场，是不是代表说呢，美军其实在这场战争中已经高度消耗，没有人没有剑了，所以即便发生了火灾，还赶快修一修，马上也要投入战场呢？请教赖教授。现在的情况对于美国的民主党在野党在监督政府的军事行动里面，他们有很多的质疑，他们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美国当时发动这场战争的时候，你到底怎么去估算伊朗？伊朗到底有多少能量？你说你炸毁了1万多个目标，你有效的摧毁了2000多个具体的军事的一个基地，但是伊朗到现在为止到底还有多少导弹？到底还有多少无人机？
美国目前的军方已经强调，而且也承认他们无法估计，以色列也无法估计，因为对伊朗到底还有多少能耐，他们确实没有办法估计。那没有办法估计，就会牵制住美国的未来的跟尔后的军事行动跟谈判了，因为打还是不打，要不要恢复这个战争这个就是一个困局了。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里面就是美国可以掌握的，也就是为什么你的这个防空导弹系统跟你的像战斧巡弋导弹精准的炸弹的消耗量这么的大？这一点也就是他们在问的问题，就在于你消耗这么的大，结果你说你摧毁了1万多个目标，你炸毁了2000多个军事的伊朗的基地，但是伊朗还有反击能力，而且伊朗也有效的造成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的一个损害，而且也确实把至少8架空中加油机 KC-135都摧毁了。美国川普总统不承认他后面3架被摧毁，但是画面上2架是在地面上被打，1架是空中降落，死了6个飞行员跟机组人员，另外2架是撞在一起，然后那个飞行人员有跳伞，但是问题就在于，确实有5、6架的空中加油机被摧毁，3架没有办法证明，但是问题是美国的空中的跨战区的能力就被局限了，因为它的空中加油机不够，空中加油机不够，跨战区能力被局限，它现在又不能够放在伊拉克的空军基地，因为很有可能又会被伊朗打，所以只能放在以色列的空军基地。那放得那么的远，它就牵制住美国的 V2战略轰炸机，或者是这个 F-35隐身战斗机，他们本身的作战的能量，它的灵活性也被牵制住，因为放得太远，所以它的补给都产生困难的情形下的时候，你看连范斯都在问五角大厦，你到底怎么一回事？你的防空导弹不够，你怎么办？那你现在已经消耗掉那么多了而且如果再恢复战争，那你的消耗量还要多少？现在已经不到1半的库存，如果再恢复战斗，那很有可能我们不到2个月1个多月你就已经消耗掉1半的库存了。如果再进行1个多月的话，你会不会全部的库存都消耗光？全部库存消耗光，你在印太地区如果爆发跟大陆或是跟朝鲜的军事冲突，你还能够怎么做？如果在欧洲跟俄罗斯，或者是在日本海跟俄罗斯爆发了军事冲突，美军怎么办？这些都是被这个目前范斯所提出来的咨询。那五角大厦坦白说，他也无能力去回答。为什么？因为他牵涉到美国的国防工业的生产制造量。即使他们把这个国防工业的巨头都找到白宫来吃饭，然后找到白宫来开会，说你们帮忙多生产。可是问题就在于，第一个，它的稀土的缺乏，也就是说，它原本库存的稀土，目前来讲已经使用到几乎见底了，而中国大陆不可能给它稀土，那它该怎么办？他们的导弹、他们的卫星、他们的雷达、他们的战机本身的生产资料量都不够的时候，其实对美国本土来讲，他们已经产生这样那样的困难。好，那现在的情况是，要不要恢复战争？如果不恢复战争，那就等于是现实上就一直停火嘛。换言之，也就是没有任何协议，没有任何交易，没有任何成功的谈判下继续停火。如果继续停火下去，那伊朗本身恢复它的作战能力，还有伊朗本身，如果它又开始恢复它的浓缩铀的提炼，那你美国该怎么办？所以这一些都困扰的美国的情况。那因此对美国来讲，要赶快的恢复谈判那可是问题是在于，伊朗现在的态度就是我不急，你急。然后你动作做很多，你说我的航母都到了，我连艾森豪威尔号刚刚发生火灾扑灭的，我也不修了，都拉到战场上去了。但你了不起也不过能够动用5到6个航母战斗群，你又不可能全部 all in 压到这个地区里面来，那你究竟你美军该怎么办？我想现在对川普来讲，他很困扰的是，用武力逼也逼不出来，用经济压迫也压不出来。那伊朗就是我就是给你赖，我就给你耗，看你美国能耗还是我伊朗能耗。
对，而且伊朗还宣称它24小时的打击能力可以有1000枚飞弹跟3000架无人机。哎，这个是说的而已，还是真的有能力呢？那美军又防不防得住？请教玉芳委员。这个伊朗17是个大国，你看它的面积是台湾的45倍多，它的人口也是台湾的4倍多，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有石油，所以它不像一些很大的国家，但是没有任何资源，它有石油。有天然气，所以它虽然被美国给经济制裁，它还是在这个石油跟天然气的出售上面还是赚了一些的钱。最重要的是它是有备而来，它准备，他知道有一天他跟美国一定会在战场上相见，所以他都是准备的。所以你说他现在有1000枚的飞弹，3000架无人机，我是不会惊讶的。现在时间对谁有利啊？今天刚好就我们讲话此刻，美国对伊朗的作战刚好满60天。按照美国战争权利法的规定，你总统在没有经过国会的宣战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之下，你可以在海外单独用兵60天，必要的时候可以再延30天。那个30天是让你做好准备回来，为打包让你打包准备要回来。所以现在伊朗认为说，我就这样拖下去60天，然后拖到可能最好能够拖到90天。请问到90天以后，川普可以继续作战吗？你继续作战的话，你可能连同党的国会也都没有办法支持你。原因很简单，11月3号就要举行大选了，就是期中选举，有1/3的参议员，有345位的众议员，要选举。请问你这些人，他们有可能在投票上面支持说美国继续在海外用兵吗？那你这样你在选举的时候，你觉得会好过吗？现在这个川普的民调是跌到最低最低，他做2任的总统，现在是第2任，从来没有这么糟糕的这个民调。那这里面还包括共和党自己的支持者掉了8%，整整8%。所以你想，这些的共和党要选举，还有州长这些要选举的人，他们怎么可能会支持你川普？说我们在战争权利法上面，我们来投票，然后我们支持你到海外用兵，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川普自己要去想的，这也是他现在苦恼的地方。你看集结大军，他其实不要说还要再继续等，他1个礼拜前甚至10天前，他就可以发动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全面性的作战，一点问题都没有在军事能力上面，因为它等于是一个没有空防的一个国家，伊朗。但是你光靠战争也没有办法让它屈服，你很多的战争最后还是要回到地面上来，你才能够达成你的战争的目标，否则伊朗不可能投降的。那你把它空军全部都摧毁了，海军也摧毁了，那你真的敢登陆到伊朗去跟他打一场这种地面战争吗？这个战争可能是遥遥无期的。而且我讲过，伊朗是有备而来的，他就准备跟你耗这么久来打了，而且也证明他的战斗意志是够的，是足够的。所以这个就是川普懊恼的地方。我要不要用兵呢 ？To be or not to be？ 哈姆雷特的问题到他身上。你要打，那你有没有把握赢？你可以在30天之内结束战争吗？你有把握赢吗？如果没有赢的情况之下，你这个川普总统还做得下去吗？你如果其中选举输了，那国会参众两院都被民主党给控制，就川普讲了，他最害怕的事情就发生了，他开始被弹劾。对，弹劾过或不过不管，光是弹劾的过程中，以川普这样骄傲自大的人，他都受不了，他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羞辱。所以现在所以来讲说战争不要轻启战端，你发动战争容易，但是你要结束战争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真的，川普真的是小看了伊朗不过现在呢，他还是持续的在中东来布局。那这些布局只是一种造势吗？请教洪庭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其实很特别就是说美军的问题不在于就是说美军打不打得赢这场战争，美军的问题在于就是我现在所花的代价太大了。我所有的所谓防卫型的这个飞弹，包括标准6型、标准3型、美国爱国者飞弹，几乎库存已经
都已经降到一个这个50%以下。那攻击型的飞弹有，但是也是消耗的蛮厉害，而且它补充的速度远大于就是它消耗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川普的问题在时间到底在不在他的身上？但这里面其实出现一个吊诡，就是说我因为自己过去在金融业嘛，所以我常常在关心金融的这个议题。你如果从金融这本账来看川普，其实会看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状况。因为现在的美国跟现在的川普的朋友们，特别是做石油的这一块的页岩油的这一块，全部包赚钱了。然后呢，川普之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他的谋士叫 Stephen Millen， 就是写这个重构全球经贸体系使用者手册，就是关税的这个发动者的。他当初就写说，我要先发动关税，然后又要玩所谓的这个汇率，然后最后再走在一个钢索上，然后慢慢的把美债这个问题解决掉。我们美军打了2场仗，包括委内瑞拉，包括伊朗，战场上现在看起来是一塌糊涂哦。可是米兰写的这本书，他所有要做到的事情都做到了，他都做到了。这让我觉得非常的意外。然后再来就是关税后来闹了一场，现在是不是连退钱都退回去了？对。可是他想做到的事情，供应链是不是被他转移了？那制造业是不是开始回流了？那这些也意外的做到，所以我不得不说，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很奇怪的事情是，我慢慢开始怀疑川普身边是不是有一群人，就是其实他已经不 care 川普了，他就是靠着川普在满足他的目的。那川普就刚好在这段时间里面，因为他的自大，因为他的骄傲，你应该可以，大家应该可以稍微的做一个简单的归类，就是川普打伊朗应该是想要重新塑造委内瑞拉的胜利，然后来拉抬他的选情，但现在看起来并没有做到这件事情。但是他的朋友都得利了，不管是油价啦、股票啦、这股市啦，然后包括因为战争而发生的不确定性，而导致了美元回流跟美债的稳定。这个也是意外发生的这个状况，所以从这个状况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接下来川普他到底要怎么走？我觉得从美国的角度上，川普本人没有很急，就有点像俄乌战争，发动战争的人他还没拿到他的目的啊，他还没达到他的目的，那他要怎么退？那我们说过去双方都在打一个谈判的筹码，可是美国现在在跟伊朗的这个谈判筹码里面，他到底能够放到哪里？然后呢，是他要放还是以色列要放？这又是2个不同层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就是川普面对期中选举的这个情况。那我觉得现在最倒霉的是这样，得利的都是川普身边的这些好朋友们，然后呢，接受高油价、通膨这些压力的，全部都是一般的小市民。所以美国的民众，我认为最后去做一个修正。这里面我觉得最好的 soft landing 反而是什么？反而就有点像关税。关税后来是由法院做出来说你不应该做这个，你违法你退钱。那现在如果要停战，最好的下台阶是什么？就是国会说不准打，你没有拿到我的授权，然后就当作没这回事，双方退回去。可是这也没有办法解决所谓的这个武器铀的问题啊。所以缩铀的问题啊。对，所以我认为川普现在进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可是看起来他其实是一个很机会主义的人。你可以看到，他没有把他的劣势当劣势，他的朋友跟他可能他自己都还在用这个劣势在赚钱呢。那倒霉的还是他的民众。所以在伊朗这个问题下面，最后究竟会怎么样的收手？我只能说，我觉得最后出到地面部队的几率应该真的不大。可是时间现在看起来真的不在川普的这样的一个身上，而且伊朗的制造能力并没有想象中的受损。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时间还会再继续拖。现在看起来最妙的事情是，唯一能做一个 soft landing 的解方，可能或许就是国会了。好，刚刚说到了伊朗呢，它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脆弱。不仅如此，它现在还有俄罗斯的协助呢。来看到啊，这个是德黑兰时报的封面，说呢，伊朗最高领袖致信给普丁。因为最高领袖到现在是没有出面的嘛，所以呢，都是书面的来进行这个宣传或者是声明。那么，普丁圣彼得堡呢，也去密会伊朗外长，他也霸气的去挺德黑兰，说什么俄罗斯永远是朋友。他呢，这个是伊朗外长说啊，说俄罗斯关系他视为是最高层级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个是伊朗政府的坚定立场。不论是这个国际局势如何的变迁啊，这份的连结都只会更加的巩固。而且他透露了说这个行程呢是他上任之后的首度出访，第一站呢就选择俄罗斯，就是为了向普丁简报最新的区域情势，也感谢普丁的出
出手协助。好，那普丁是怎么说的呢？他也说了，高度赞扬伊朗人民啊，为了国家主权去进行奋斗，还说他也会尽所有努力去确保伊朗人民的利益。那么双方啊是畅谈了90分钟。那这个2-1呢，在2场战争中呢，其实啊是各自提供无人机技术来协助对方的，所以现在呢，他大喇喇的两方直接不演了，告诉大家，我们的确是同盟的，我们是彼此的好兄弟。好，那这个伊朗呢，去跟俄罗斯见面，不跟川普谈，那川普当然不太开心啊，所以他又下了3天的通牒了哈。他呢，在电话中明确的表示说，美方已经失去耐心了，下达大约3天的时间通牒，说啊，很快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就会被炸，说伊朗除非你同意去放弃核武，否则未来的讨论呢，都只能够电话沟通，没有必要进行长途旅行见面啊。但是呢，白宫内部呢也是有分歧的哦。这个是《纽约时报》根据多名官员透露，表示在战情室里面啊，27号就伊朗问题举行简报，结果川普在会中表明他很不满意德黑兰新提案先开核姆兹，暂时搁置核问题。那也有部分的官员认为啊，如果再持续封锁2个月的话，就会重创伊朗能源产业，迫使德黑兰为了避免油井停产受损与高额维修成本而妥协。好，但是啊，伊朗真的是没有在怕的。来看到伊朗议长呢，又亮出了这样子的底牌方程式，说你美国根本就是在吹嘘。这个方程式呢是供应牌等于需求牌，阐述伊朗和美国的经济底牌。也就是说呢，他们的荷姆兹海峡，目前呢这个牌已经发动实施了。那他们还有什么呢？还有曼德海峡，还有石油管道，这2张牌都没有发动的。但是啊，这全部加起来啊，就等于他们库存释放、破坏需求，还有更多的其他价值。好，那现在呢，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呢也加入了这个呛虾的行列。他怎么说啊？他说啊，当幸存的伊朗革命卫队领导人就像是困在下水道管线里面快淹死的老鼠一样动弹不得。伊朗的石油产业摇摇欲坠，也会因为美国的封锁行动开始被迫关闭部分产能。他说，伊朗的油井快要崩了，而且他也警告说，外国政府哦，你千万不要去帮助伊朗的航班哦，否则的话呢，我们就要去制裁你。包括了你不能对相关的飞机提供燃料啊、餐饮啊、降落费还有维修等服务。但是美国的其他盟友，对于美国的动作其实是没有这么的支持的。来看到这个梅尔茨啊，他怎么说呢？他说啊，这个美国啊根本就是被爽得团团转啊，整个国家都被伊朗给羞辱了。来听他怎么说。Welchen strategischen Exit die Amerikaner jetzt wählen, zumal die Iraner offensichtlich sehr geschickt verhandeln oder eben sehr geschickt nicht verhandeln. Und die Amerikaner dann nach Islamabad reisen lassen und ohne Ergebnis wieder abreisen lassen. Da wird eine ganze Nation gedemütigt durch die iranische Staatsführung, vor allem durch die。好，另外来看到呢，中国的驻联合国代表他也有说法。海峡受阻的根源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非法军事行动。美国还在业已达成临时停火安排的情况下，加码军事部署，采取定向封锁行动，这是非常危险和不负责任的行动。解决海峡通航受阻的出路是尽快实现全面持久停火止战。好了，可以听到呢，中国的驻联合国代表说呢，这个美以这场是一个非法的军事行动，而且呢，虽然他们都各自在封这个荷姆兹海峡，但是还是有首艘 LNG 船，它成功驶出了荷姆兹哦，而且它的目的地呢就是中国大陆。好，所以现在啊，你不论是谁想要封荷姆兹啊，中国的船感觉还是可以通过啊。那这样子的话，川普的最后通牒到底有多少的威慑力呢？请教赖教授。目前我们看到川普还是继续把这个极限施压的手段拉到蛮高的啊，不管是贝森特的财政的压力，或者是军事国防上的压力，或者是航母一直往这个安曼湾这个地方来移动啊，那这些军事上的动作还是很强烈。对于川普来讲，他还是认为说，采用极限施压来逼迫伊朗回到谈判桌，应该是有效的。这是川普认为，但是我们看到27号的那一天，
这个谈判这个一招是没效的，因为伊朗的外长是先到巴基斯坦，然后跟巴基斯坦的副总理兼外长谈完了以后，彻夜通宵的谈，然后把他的方案递交给这个巴基斯坦方。其实美国的谈判的国务院的先遣队都已经到了，接着那就是库什纳跟这个威特科夫他们后续要到，结果他们还没出发前，伊朗的外长就离开了。川普觉得颜面扫地，那就临时喊卡说不要去了，因为你去的话，你只能跟伊朗留在那地方的低阶层人谈，我们都不认识，那这个谈判怎么谈下去？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伊朗已经摆明了议长对议长，部长对部长，然后你的特使那就跟我的这个谈判的低于外长的谈判代表来谈，而且是间接的谈判。那这样的情形已经完全不是川普的意料内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德国的总理会说，让你美国被羞辱，而且是被公开的羞辱，你一点办法都没有。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发生了，因为你只有进攻的战略，你没有结束这个战争，还有没有这个用谈判来结束这个跟伊朗冲突的战略，所以你让你的一个国家被羞辱了，因为你的代表去了以后一无所得的就回到美国的本土。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范斯什么都没得到就回来了，第二次我们看到连面都见不到，这是公然的羞辱。那你美国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大家在问你要不要恢复战争，也没有办法恢复战争，要不要重新开火？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川普还是不敢重新开火，可是武力摆得很高，姿态摆得很高，但是到底该怎么办？伊朗已经提出他的方案了，川普说我不开心，但是问题就是你不开心又能如何？为什么？因为伊朗的方案分3步走，第一步就是停火对停火，我们什么都不交换意见，什么都不交易，用你停火我就停，你不停我就不停，那我们就继续打下去。所以第一个情况就是停火对停火，这个已经是没得谈的了。本来对川普来讲，我用战争来交换你浓缩铀，现在没有了，所以第一阶段只谈停火不停火。好，如果停火达成了，我们就谈第二阶段，那就是封锁赫尔木兹海峡跟交换赔偿。那如果这个阶段谈可以的话，才会进入第3阶段，那也就是浓缩铀的问题。浓缩铀基本上要交换的就是解除制裁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在整个谈判这个部分，伊朗转被动为主动。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你川普接不接？不接，那要不要恢复战争？可是又不能恢复战争，那就继续耗下去。不过川普还是上了最后通牒，又是3天。那么3天之后，川普会不会又塌口呢？我个人是觉得应该是会啦。玉芳委员，现在美国就是封锁这个伊朗的这个港口，最主要就认为说你石油出不去，你对外采购的这些杂货、这些货品你进不来，包括医药那你不就完蛋了吗？我把阿曼湾、波斯湾这一封锁，那你就被困死在那里。可事实上，伊朗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它跟很多国家为邻譬如说你右边来讲，就东部这边来讲，它跟巴基斯坦阿富汗都为邻。你北部的话，像土库曼这些国家都为邻的，所以它的邻国有6、7个国家，那还加上一个里海。那俄国要透过这些管道把东西输送到这个伊朗去，不会是太困难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伊朗的外长他在巴基斯坦，他就匆匆忙忙去了一下阿曼，然后就跑到莫斯科去，因为他知道这个战争就是要长期的抗战。那这里面呢，很重要就是俄国的资源，譬如说他为什么会攻击美国基地？显然有人提供他卫星的即时的照片给他嘛，即时的情报，这当然是俄国做的事情嘛。然后他也知道未来有一些重要物质，尤其军事的这些物资、重要零件的补充等等，要俄国来提供。那只有俄国有办法透过这些国家进来所以也就是说，伊朗其实做了一个最坏的打算，这个油让它出不去，没有办法卖，
这坦白讲对伊朗实在是一个重创哦。那你很多的货品你也没有办法大规模这样进来，这当然是一个重创了。但是如我所讲的，就是说，伊朗毕竟是一个大国，很大土地面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然后又有这么多跟邻国为界啊，这些国家不是美国都能够控制的哦，所以他还是可以从外面拿到一些的资源，让这个战争给撑下去。他想的很简单，我就给你撑满。我刚刚讲了90天，90天以后，请问你国会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哦，然后接着呢，很重要的，你选举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接近了，那你美国社会整个你困住我，我也困住啊，我的港口东西出不去，我就让所有其他国家周遭的国家的油也出不去啊，东西也进不来啊。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冲击的不是只有伊朗，那些周遭的这些国家。海湾国家他们也受不了，他们经济也重创，这个战争他们也受到战火的这样的一个冲击，然后现在又受到这种所谓的封锁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他们生活也活不下去，他们也要给美国很大压力哦。然后呢，最重要就是你这些石油没有办法进入国际市场，那你美国的油会上涨，你美国天然气也要上涨，美国人的生活就会受影响，你肥料继续买不到。那你未来的这个田地的收成就会出现大问题，所以现在在比谁的气长，就下围棋一样嘛。我们看谁的气比较长。那伊朗认为说他有2个盐嘛，所以他可以活下去。那这个就坦白讲，就是要考验，这是很残酷的考验。但是我认为，伊朗不好过，美国大概也不好受。不过这个时候，俄罗斯跟伊朗，两方呢不断的大秀彼此的外交关系有多良好，用意是什么呢？请教宏庭哥。我觉得这里面就几个关键啊，大家可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俄乌战争会打这么久？其实很多人在分析，或很多国外的智库在讲，就是说，伊朗在俄乌战争里面其实提供了俄罗斯非常非常多的无人机。那他们在几个智库里面的分析就是说，他们认为伊朗最大的 capacity 就是它最多可以做到的1个月可能可以这个制造出近1万架的无人机。那你想想看，如果我能够在1个月制造出1万架这样的一个无人机，那双方彼此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合作关系？那第二点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刚刚最常讲，就是说，发动战争的人通常都是在军事能力上面比较占优势的一方，所以你看俄罗斯打乌克兰，那他可以继续打下去，他们现在打一个谈判的筹码，那到底什么时候停是普丁说了算，而不是乌克兰说了算。那美国打伊朗，其实感觉起来在军事上是这个样，没错啊。可是我们刚刚讲了，这经济上其实问题也很大。可是对美国的总体账来说，美国的总体账是撑得住的，可是美国的民众未必撑得住，通膨未必撑得住。美国的盟友都很辛苦，像亚洲其实都很辛苦。其实观众朋友如果认真去查，这个我们的中油啊，光是补贴最近的这个差额已经补贴几百亿了。那中油的资本额其实也亏得差不多，所以经济部之前不是跟立法院在提一个报告，说必要的时候要去做增资。对，所以我们日本、韩国、印度、甚至中国大陆在这方面压力都比较大。那中国大陆是因为它过去囤了很多，但是大家就说它就算囤再多，它大概可以撑7个月是完整。那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双方在比时间，而且这个比时间还不是伊朗跟美国比时间而已，是体系跟体系之间比时间。也就是说，对俄罗斯来讲，坦白讲，我能够让美国在这方面多消耗一点，我就是赚到啊。对伊朗来讲，我打乌克兰的时候，他有帮我啊。那现在如果假设你会发现，一开始俄罗斯对美国打这个伊朗的时候，一开始是没有太多动作，对，很但后来发现说，他撑得住他活下来了。那你要想想看，这个整个刚才玉芳委员讲了，其实很妙的一件事，我刚讲了，整个无人机的产量如果能在1个月做1万架，你能想想看，它的所有的晶片从哪里来？它的镜头从哪里来？它的碳纤维从哪里来？它的机壳从哪里来？那这就是刚刚玉芳委员讲的你看乌克兰的接壤，对不对？右边这边有巴基斯坦，上面有土库曼，甚至跟俄罗斯有里海，然后还有亚美尼亚、亚塞拜然。那当然亚塞拜然比较亲美啦，然后乔治亚这些，那它有太多陆地的地方可以供它操作。那对俄罗斯来讲，能源如果发生状况，对谁有利？我俄罗斯也有利啊。所以对我俄罗斯的石油，对我俄罗斯的天然气也有利。所以现在可以看到，就是
伊朗跟美国的这个局哦，慢慢变成一个体系跟体系之间的局。那现在俄罗斯认为就是说，那我只要对我有利的事情，我能拖，我就让伊朗越拖越久，那对我来讲是更有利的。所以的确是两个体系的对抗。那当然了，现在我们知道啊，这个美菲呢正在联合军演当中，中国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啊。于是呢，解放军也是来进行东西侧的夹击，这呈现了一个叫做什么硬核围观呐。可以看到呢，西面呢是辽宁号搭载了13艘的驱逐舰、护卫舰还有核潜舰，那么北面呢是075型两栖攻击舰。东面呢是815型侦察舰，两侧呢还有驱逐舰来护卫所以看到啊，这个菲律宾呢已经被三面夹击了。好，那刚刚说到了这个美菲军演呢，现在呢是在4月20号到5月8号举行的，有7个国家包括了菲律宾、美国、日本、澳洲、加拿大、法国、纽西兰参与。这个参演的军事人员呢，规模逾17000人。他们呢是在这个巴拉望岛来进行反登陆演习。那今年的演习呢，也包含了高机动性的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还有很多的无人机系统这都是现代战争所必要的一些军备。而我们看到了全狮号两栖驱逐舰，既然说这艘船要调去中东啊，可能要进行这个接下来的应对，结果现在呢，它是待在这个苏禄海来进行戒备这个苏禄海呢也是一样，就在菲律宾旁边，这个旁边呢就是所谓的他们进行反登陆演习的巴拉望岛。好，但是看到中国的武器呢也是不断的在进步来看到076型四川舰呢已经第3次的海试了，预计很快就会前往南海，大概是2027年下半年就要服役了。那是看到美国怎么办呢？美国现在五角大厦考虑把军舰的设计还有建造通通外包给韩国以及日本。为什么呢？当然就是因为美国的海军已经不堪重负的生产线了嘛。那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实施的话呢，这也是2战以来美国首次从外国伙伴开放他们去购买大型水面作战舰艇的那所以日本要来接大订单了吗？所以赶快日本也很开心的，就是决定要让这个驻日美军的经费来进行谈判。日本政府呢已经开始研拟呢，以日方承担费用的方式去加强美国军事设备的防护方案。这是为了接美国的订单吗？那另外来看到美中的科技战呢，其实也完全没有停下来过。但是在这个时候，川普居然去无预警的解散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20多个人来丢饭碗这整个委员会呢都被解散了。就有评论很担心这恐怕会对美国的基础科学还有创新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那这个时候中国怎么样呢？中国已经开始要登月了吗？来看到就是因为 NASA 受到了预算还有政治周期的影响，所以他们的进度受限了，甚至呢这个国家科学委员会也被解散了。2028年的登月目标存在变数。反观中国它则是按照计划去推行，可能在2030年前就能够完成登月，而且建造这个月球基地。好，那这个法国的研究员也说了，说欧洲就缺乏一个独立的登月工具，非常的依赖国际伙伴。那中国现在绝对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而且它执行任务的可靠性正在逐渐的提升。好，所以未来这个低轨道卫星的这个市场，中国也要来分一杯羹了吗？好，那说到了中国的科技很进步，来看到巴基斯坦总统他访问这个中国哇，看到了好多的新科技，他真的是不断的说好想要带回家。来看一下画面。This is electronic. Yes, indeed. Yes. Why don't we invite you to Pakistan? Agency to manufacture in Pakistan. I take this also. My plane can carry it. 我还有更好的产品。I have better one. 这个产品for you. 这个产品比这个更大。
好，他看得目瞪口呆啊！除了去看科技之外呢，他也是来到了这个湖南的韶山，去参访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向毛泽东的铜像呢来致上花篮致意。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巴基斯坦呢，虽然是在调解的部分呢，美伊两方呢是都没有在下一步的动作，但是呢，总统呢先来到中国，结果他被种草了一大堆的这个科技啦，可以显见呢，其实中国的科技在落地应用上面呢。是让很多的国家都很想要的吗？来，请教赖教授。我们现在看一下南海所发生的情况啊，因为这是年度的肩并肩的军演，美国跟菲律宾每一年都会举行这个军演，但是今年它的规模更大了啊，已经扩张到17000人，而这次把日本人也邀请过来，因为日本按照他们的非战宪法的规定，他们只能够担任观察员，但是日本这次扮演的就是参演方的，换言之，也就是日本已经在现实上把这个非战宪法改变成为日本的武力可以介入南海之间的战争。日本这次派出去的啊，除了有坦克登陆舰，还有导弹驱逐舰、护卫舰以外，他还把陆军的这个884的反舰导弹都拉过去，而且还拉了一艘靶船过去，也就是要从地面上岸上对于靶船做射击。这样的一个动作，再加上4月17号，他故意的派出他的参加这个军演的雷日号导弹驱逐舰啊，他称之为护卫舰，但是他都知道它的6000多吨是驱逐舰。这个战舰它慢慢的从台湾海峡的北边往南边这样子穿越台湾海峡，那这样的一个动作都是极具挑衅性的。美国跟日本跟菲律宾展现出来的，也把法国、加拿大还有澳大利亚、纽西兰都拉进来，它展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在南海的一种挑衅动作、挑衅性的演习。那中国大陆就针对于美国的演习来一个反演习啊，所以我们看到大陆这次宣布107这个遵义舰就是动555万吨级的大驱啊，它带了这个联52D 跟联54还有这个补给舰。都到了菲律宾的东部海域，就是吕宋岛的东部海域举行实弹的操演跟海空一体战跟运动间的补给作业等的军演。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在菲律宾的西侧辽宁号航母带了大概14艘的各类型的战舰，就在这个南海这个地方举行军演。严格上来讲，就把菲律宾夹住了，所以就限缩了美国在菲律宾西侧的军演的空间跟这个海域，那也就是说，我就也在你这个地方举行军演，我在菲律宾的东侧也举行军演。那对美国来说的话，它就等于是它的军演很难展开，因为对大陆来讲，它用的都是实兵实弹的一个演练，那你船要不要进入它的实弹的演习区？那这个部分里面就显得很困难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很明显的是一种以更强大的海空军的压力来压迫你美军所带的联军在这个海域里面所进行的这个海空军跟陆军的一个演练。那大家把这个军力总计算以后，发现美国的军力是弱于解放军南部战区的军力。所以在南海方面呢，其实美中之间的角力呢，也正在默默的进行当中。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美中现在在南海硬碰硬吗？请教玉芳委员。南海这一带的情况包括菲律宾海这边的情况，坦白讲只会越来越严峻了。就某点来讲，甚至比台海的情况都还会更加紧张，因为美国他发现说菲律宾是他的一个天然的盟友尤其现在新上来的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菲律宾的总统比杜特地亲美太多了，所以他认为说这是个前沿嘛，所以如果能够好好跟菲律宾加强这个军事的合作的话，是可以相当程度的围堵这个中国大陆。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日本的角色，日本现在就是战后到现在大概就是日本的不能讲军国主义，但是就他们认为他们要做个正常的国家，他们不仅要这个强化他们的军事力量，而且要把他们的武器外销。所以
对日本来讲，我如果能够跟东南亚的国家改善关系，我可以卖很多武器啊，就近就卖很多给他们啊。所以美国不晓得，长期来看啊，日本会是美国在武器市场上的一个竞争对手，而且很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日本对中国大陆坦白讲是充满着很多的疑虑或紧张。所以他认为要加强跟美国合作，然后美国要他参与菲律宾的这个军事强化这个工作，日本一定全力投入。所以未来日本在美国在这个东南亚这一带的演习的参与的程度会越来越深了。所以我才说南海未来会成为一个对立很严重的地方，就是说台海是两岸之间的问题，可是到了这个南海这一带呢？就是变成一个很复杂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那对中国大陆来讲，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的敏感，因为他认为南海是属于他的，然后你现在这么多国际的力量在美国的引介之下到这里来跟他竞争，对他来讲这是没有办法忍受的事情，所以南海就某点来讲，我真的要再讲一次，未来可能会比台海的情况还要严峻，还要紧张。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美国的军舰设计现在要外包给日韩了吗？请教洪庭。我想之前就有很多美国的智库，特别像 CSIS， 他就提到就是说，美国在军舰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制造能力，那会造成就是它的海权未来争夺战的这样的一个弱势。然后你再看这一次在伊朗，我刚才提到了各个主要的飞弹的这样的一个库存量，都已经造成这个制造赶不上所谓的消耗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美国现在面临到的是最大的问题是，它还没有把供应链跟所谓的这个制造的韧性拉回去，可是战争已经开始了。所以这时候日本的不安全感，日本其实是一个最不安全感的国家，因为它有太多的领土跟中国有它的问题，跟我们也有问题。所以在这里面，还有再加上日本的内部经济也不好，所以日本在这个时间点，他决定就是说，那我出来扛这个制造的责任，因为对我的经济有帮助，对我的国家的战略也有帮助。那韩国做这件事情呢，他也是为了他自己内部经济的这部分，还有就是说我可以在这个中日中美之间可以去做一个杠杆。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制造能力的追赶上面。其实我真的在这里，我虽然身为在野党，最近大家在谈军购，很多人讲说美国要寄转给我们生产。寄转给我们，我认为是民进党想炒股票。我真的在这里呼吁，既然台积电去美国了，美国真的要过来，不要寄转，请你来我们这里设厂，我们交换一下人质吧。对不对？你在我这里设工厂，我到你那边去设工厂，那双方彼此之间都还有一个制造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追赶，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 fair trade。那你可以从这里面也看到，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不是要帮伊朗谈和谈吗？对啊。那总统怎么在长沙？所以这也是国际政治一个最妙的地方，就是。虽然他扮演了美国跟伊朗之间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可是你看他用总统，因为巴基斯坦是议会内阁制啊，所以总统是名义上的这个三军统帅跟这个国家元首，可是他在中国就表示什么？我觉得中国在这里面他在为了未来的川习会做准备，就是说我对巴基斯坦我也是有影响力的哦。然后你看你现在在巴基斯坦希望能够协调美伊的这个谈判，可是现在谈不拢了。那我觉得他在累积他川习会这样的一个筹码，告诉他说：“你看我谈判的时候，理论上总统如果在会比较好嘛。可是对不起，总统被我拉过来了，他在秀他的 muscle。那我觉得这就是国际政治里面一个这个筹码交换，你在玩这样的一个杠杆，这样子的一个奥妙之处。那他是。